大家好，我是周弟。币藏钱币鉴定系列第2集，我们先从假币的制作开始。要干掉对方啊，先要了解敌人的资讯。我们知道低仿币是由翻砂制作而成的，就是将银注入了模具，形成后啊，币面就有坑洞，银子无法在空间里面达到饱和。有新的网友提出，现在有离心机。也就是这样子高速旋转，使注入的银和模具之间可以达到更扎实的结合，假币上就无坑洞了。这说法很有创意，我思考了一下，于是我想到了，因为假币模具也是需要用真币翻模的，所以翻砂假币模具上面就有小坑洞了。除了离心机能将模具里面的材质变平滑外，假币研究院还研发了脱蜡法来铸假币。我没有在内部工作过，所以我只能想象一下，用高温能溶解的材质将真币翻成一个1:1的钱币，将易溶掉的假钱币放入容器中，倒入石膏，石膏固化后再用高温将里面的钱币融化掉，液体就会从洞口流出，这样里面就有个空心的钱币模具，再注入银料，这会让假币细节上更扎实。也或许会不会是直接放一枚真的银元然后用高温直接将真币融化流出呢？其实造假者也是有成本的，有牺牲的。好的，我再不进入主题，又要被说发水视频了。以上各种方法都是注入银料产生假币，就算表面再光滑好了，顶多能像制作模型的零件一样精致平滑，但是全部都缺乏了基柱痕迹。以前就有特别介绍过，没错，看高仿币，基柱痕迹也是重点中的重点哦。金属经过高压冲撞后，在银币上产生了挤压痕，也称铸痕。这个大家很能理解，对吧？就像有人脸上淤青了，我们就能判断这个人被揍过，被刀划过就有刀痕。而钱币就是铸造痕迹来证明它是用上下模铸造的，所以没有基柱痕迹的假币全部都克服了。我们现在要进阶的是有基柱痕迹的假币。没错，假币也是用机器压力下铸造出来的。高仿币的制作，我想有2种，一种是用激光雕刻币模，各种的高科技扫描器在钱币上进行1:1的电火花工艺制造假模具，所有的细节都能一模一样。将模具复制好后，上下模具冲撞在银胚上，但是字面上会有一条一条整齐排列的激光痕迹。另一种方法是将真正的钱币翻成币模，所以钱币所有的细节都会被克隆在假模具上。这时用品相越少流通过的钱币下去翻模，这样假币细节就会越好。造假者也有投资成本的，需要用一枚真币，搞不好在拍卖会上跟你抢钱币的人就是其中的造假者。他们将买来的币克隆出一个假模具，再将其假模具铸造出10枚高仿币。因为假模具也是有使用寿命的，后面铸造的较差的就卖给卖假币的贩子，再利用做的比较好的拿去送评级考试，考试过了就卖到市场。不管是激光雕刻或是真币假模的方式，它们的共同点都是用一枚真币来克隆出一个假模具。由此可见真币上的细节都会被复制在假模具上，而这些复制的细微内容物呢，就是我们看真假的关键哦。大家想想，真币上的伤痕也会被复制到假模具上哦。这时复制到模具的伤痕是凸出来的，也称为阳伤，再将假模压印出假币。这个时候小小的伤痕被2次翻模后又压印在空白银胚上，这一做就是好几枚也叫同模同伤的假币，也是最直接证明假币的方法。当2枚币有着完全相同的几道伤痕代表这2枚币就是被1枚真币复制出来的假币。你可能会问，那这些同模伤会不会是模具上的伤痕呢？因为钱币模具在保养的过程中磕碰也是有可能的。但其实如果是模具上的伤痕铸造出来的钱币，这些伤痕应该是凸出来的伤痕才对
像所谓的钱币上的流萤，就是因为模具上的裂痕所导致的。所以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人发布各式各样的同模同商的帖子，供大家去比对。如果一一去比对啊，可能要累死啊！而且如果新出的假币伤痕分布又不一样，所以我个人认为上网看同模商的帖子只是辅助，这些帖子只是让我们更加确认造假者是用同一个真币下去复制众多的假币而已。如果照片拍得清晰，也可以让我们观察同模商的高仿币的压力是怎么样的，这些商的特征呢是怎么样的呢？要判断同模同商的方法啊，要会分辨伤痕是在钱币上自然敲撞而成的，还是在钱币上发生的，然后做出假模具，再印到钱币上的伤痕。这时就会学会判断当金属敲出的伤痕会是什么样的特征。当金属被敲下去了一道伤，旁边就会挤出一块肉，伤越重呢，挤出的肉就会越多。毕竟你就算在一块铁上敲啊、锤啊，它的重量还是会一样的，只是金属位移了而已。有了这个概念后啊，如果是假币铜模上的伤痕，就不会有这种现象。虽然也有凸起，但相对的较模糊，因为那个力道压力不一样。用粘土来测试一下，当一个粘土啊，我给它一个外力，这个是自然形成的伤痕哦，或者小细伤哦，这样子有点像刮的，或者是熊的鼻子撞到这样的感觉。然后我先等它干，我再用一个软的粘土在上面施力，压印过来的粘土是所谓的真币翻出来的假币模具。这真币。再次等假模具干，这时我吃了一碗泡面。当假模具也干了，再模仿造假者的铸造过程，我们一样给软的粘土施压。我们再来比对真币的自然伤痕与假币的复制伤痕。这时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个所谓的复制伤痕，感觉上也是个伤痕，但仔细看确实有点不一样。希望这个实验能提高大家的理解度。再来看正常金属敲出的伤痕，伤痕里面啊会有一条一条的细小刷痕，有没有像边齿凹槽处的拉丝痕呢？如果是复制的伤痕啊，也就找不到这些拉丝痕，反而伤痕里面有点像翻砂板的坑洞、坑洼小洞。虽然假币已经改成了击铸方式了，细节中的细节啊，还是像翻砂的一样。因为这么小的伤痕还要复制到模具，再复制到假币上，整整要2道程序，细节上当然就有所不同了。看高仿币啊，除了多看多练习外，就是要有侦探的精神去找破绽，找出不合理的地方，其实蛮好玩的，也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再来说字口的细节，不管是激光雕刻、真币刻融也好，有一个造假者无法突破的地方，就是无法复制到真币的字口侧面细节。道理就像现在很多 App 可以将2D 照片变成3D 照片，严格来讲只是类似3D 照片，而这些侧面的细节是没有的。有时候假币的笔画可能会还没到最尖锐的地方就断了，你会感觉到假币与真币的区别，假币像是被扒了一层皮一样，也确实是被扒了一层皮。想想真币被复制假模，再敲出假币，细节上不是就少了一层皮吗？所以多去感受假币无法达成的细节。再来说说压力，大家应该常听到专家们常说的一句话，这个压力不行啊，压力不到位。压力是什么呢？就是上架模具冲压的压力。压力啊越大，就能将模具上的所有细节更完整的压印在了空白银胚上。这也是造假者无法突破的一个关卡。当上下模具啊用力的撞击在空白银胚上，银胚的银子就会流入模具上的凹槽处，压力大的就能饱和整个空间，而压力小的无法达到饱和。在文字上的表现啊比较清楚，一个是饱满压力足的，一个是这样圆圆松垮的感觉。所以这些专家就会说啊，哎呀，字口压力不足的术语，松垮跟力度，这是我唯一能用词汇来形容的啊。对，就像大人跟小孩捏黏土的那个力道一样，这2块黏土啊，一个松垮，一个有力度。好的，币藏钱币鉴定系列的第2集就先到这里，下一集我们来探讨假币的齿边吧。我们下次见，拜拜。来，我现在这测 ，OK， 这是2个圆 ，OK， 我们现在拿在手上。来，你听我讲啊、
你用最用力的力气把它捏紧，捏紧，用力捏。啊，好好，放开，放开。你要洗哦。对，不能这样，捏，好。好像不是。前臂的那个压力呢，就会形成这样子的尖角啊，力度。可是这个好像也不是，而没压力的呢，可能就是会类似像这样子，这样子的感觉。